我们继续来谈谈，就是今天我们来 Loki，那主要是让 Loki 来讲一下就是今天这次美国大选的预测和这些美国大选主要参选者的川普、万斯以及贺锦丽的那个命盘。Loki 在这方面的研究还是很厉害的，大家可以多看看。不是我不厉害，好，只有你那么厉害，你别乱请，讲。那就请 Loki，你现在先讲一下特朗普川普的那个命盘和这次大选的那个情况吧，预测一下，或者你先总体说一下这次大选，你认为哪一方会获胜？我觉得，共和党也就川普应该会获胜。好的，然后你说一下原因吧，谈一下原因以及那个川普的那个川建国同志的那个命盘吧。网上有流传两个川普的出生时间，一个是庚午时的，一个是己巳时的。然后我个人比较倾向于庚午时的。这个时间是张胜书给的，就是那个命运像，不，那个叫什么《命运好好玩》那个节目里面张胜书给的那个时间。然后因为他的那个紫微命盘比较符合川普的性格，所以我就是选了庚午时。不过这两个盘的八字的喜忌都是差不多，都是一样的。大运流年也是一样的，所以这对预测的影响不大。然后我们就以这个庚午时的为例吧，就是川普是己土命，己未日主，生于5月，生于夏月，他是喜金水的。然后他的原局只有一个金，庚金伤官，所以我们就要看一下他的大运。大运里面走了好几步的金水运，从49岁开始己亥，59岁庚子，69岁辛丑，79岁壬寅，这几部大运全都是金水运，所以他这49岁开始应该就是非常好，人生就是飞黄腾达的时候。然后这个79岁壬寅大运甲辰年，甲是他的官杀，辰是他的比劫。呃，首先这个原局它是甲己合了正官，正官统了一堆正印偏印，所以它是官统官统印局，就是如果你看八字看到有人不但有格还有局，这个人就是非富即贵的，特别是有局的人，所以川普就是非常非富即贵，非富即贵的人。这个庚戌应该就是他的生意，甲是他的事业，就是他事业就是做这些生意，然后他把这个甲一合到自己身上，他就拥有所有这一切。同时，就是有个比较有趣的地方，我讲一下，就是川普不是离了2次婚吗？他坐下位图里面的七杀官杀代表他老婆，然后透出一个正官，这个甲也是他老婆。然后甲己合不是合到他自己吗？他是娶了这个老婆之后，但是这个甲是坐在午上，这个午里面有一个比肩，坐在比劫上面，所以这个甲就是会跟他离婚。午戌午戌合嘛，戊戌合也是这个戌是劫财，所以也就相当于说这个正官他老婆第一个老婆是被这个戌给，是被戌得到了，然后他第二个老婆应该就是坐下这个位，位里面午位也是合，这是六合，刚才那个戊戌是3合，午位是6合，相当于说他坐下这个位也被合走了，所以他第二次也是离婚。
然后后面就是我不太确定，所以后面他现在这次我就不讲了。然后我们就来看这次大选吧。这次大选他是用官杀的，对不对？是用官杀制了一堆的比劫，这个戌是比劫，未也是比劫。如果是这个的话，它比肩更多。它这个官杀会治比劫，代表代表他善于管理下属，通过管理别人获得权利。然后就是官杀治比劫这一年，甲辰年正好是官杀治比劫，他会获得权。然后大运又是正好走的水运，所以我觉得他当选的可能性是比较高的。然后再看贺锦丽的八字，贺锦丽八字网上也有两个版本，然后我个人也是比较倾向于张胜书给出的那个时间的，就是因为他的命宫是廉贞，就是然后就是兢兢业业干事的一类人。同时有路马交驰、辅相朝元、熊宿朝元、廉贞文武、子午朝元这些格局，所以这个人也是一个非富即贵，从紫微命盘上可以看出来。然后就是他的八字，就是一眼就可以看出来是食神自杀，用智慧获得那个财富和权力的人。然后这个他是身弱，因为有一堆食神和七杀，然后喜金水，喜比肩和印星，喜比劫和印星。55岁是七杀透干，戊辰，他这个大运不太好。然后2024刚好是他食神自杀的年，所以他会在这一年参选，会在这一年呃获得权利。但是他的大运，由于他大运不太好，所以他整体就是当选希望是不如川普的。顺便提一下川普这个人，川普这个人他的紫微命盘就是武曲天府坐于命宫，落在命宫，所以他这个人就是武曲代表这个人是一心只想赚钱，然后天府就是只进不出，所以他这个人就是典型的商人性格。我是不觉得这样的人可以当政客，事实上也是如此。我之后会说一下为什么。然后我们再看一下那川普的竞选伙伴万斯，这个人也是土命，然后也是生于下月。他和川普的共同点就是土命都生于下月，他就是一种特殊的格局。用一句口诀来说，就是土生夏月人人烦。就是说，土命生在夏天的人，他会自说自话，然后就是共情能力比较差，然后惹别人讨厌，容易惹别人讨厌。就是所以这两个人你们都可以看出来，他们其实是在在所有的政客里面，就是比较就是比较边缘型的人物。就是其他政客大部分都不太喜欢他们。就比如说川普，他在之前上一任的时候，他的大部分伙伴全部都背叛了他，也是因为可能是因为他主要也是因为八字里面显示出他有这种性格上的缺陷。同理，万斯也是这样的，万斯应该也是存在这种情况。然后，如果我这个盘是准确的话，那他这个人是有多重格局，多重的格，比如说丙辛合是印制食伤，然后这个伤官还制了这个七杀，他是生于下月，所以金水是他的喜用神，特别是这个金，他用这个金合的这个印制了这个杀。然后同时它还有一个局，就是特殊的局，就是食伤同比劫，就是所有的它
这两个城还有这个魏都想得到这个商关，因为商关是因为这几个比劫全部都升这个商关，然后他把这个商关，他用这个商关，也就是自己的头脑、自己的欲望、自己的才华之类的东西，就是统领了这些所有的比劫，有一种就是用头脑统帅千军万马之想，所以这个人也是非富即贵的。然后他的那个，因为他也是洗金水，跟川普一样。然后我们看他的这个大运嘛，33岁走的大运是乙亥，是刚好是他的水运。然后甲辰年也是官杀制比劫，也是通过管理或者获取权力，通过管理别人获取权力的。基本上就是这个情况。这两个人的命局，川普和万斯的命局走的大运，显然是比哈里斯要好的。所以我个人觉得，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川普当选。然后，不过这几天，等下第一次没事。嗯，不过这几主持人有什么问题？天你，等下我补充一个信息，就是说你这几天你都是就是他这个突然之间那个和民主党这一方面的那个民调之类的，还有那赌盘的那个就情况就突然拉升上来了，就好转了很多。就是说他从这几天突然新的信息来看，可能民主党的当选概率现在增大了一些。这个这个应该是你比较熟吧？我靠，这类问题一般来说出现这种问题也很正常，因为民主支持民主党的人一般都是一些精英，然后精英或者那些底层就是打工仔，说啊，就是等下我专门的就是整天忙着工作上班，他们没什么精力去关注这些大选，然后到了快选举的时候，他才会抽空去参加一下这些东西。然后主持人有什么问题吗？呃就是说哦，对了，说起来，那个川普好像和和川普也是双子座，对啊，你对这个有什么看法吗？就是双子座，这位嘉宾也还有一位嘉宾也是双子座，介不介意我在这里直说？说嘛，没关系的。就是因为双子座都是双重人格，而且思维比较跳跃，像那个，就比如说川普提出的所有竞选口号都是他会解决什么通货膨胀，然后但是他所有的政策都是和自己的竞选口号解决通货膨胀都是背道而驰的。就比如说他要驱逐那个什么所有的非法移民，由于美国有这些非法移民，所以他们的那个劳动力有廉价劳动力在，所以他们产品比较就是商品价格目前为止还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对等一下，就一般的，是服务那个是美国服务业的那个价格，应该说是，这服务业的价格还是比较低的，由于有这些廉价劳动力在。但是如果他把这些廉价劳动力都驱逐的话，那他们那个他们这些可想而知，这些价格都会飞涨。然后还有另一点就是他说要加关税，加了关税之后，导致可能会短时间是让美国财政变好，但是长时间来看，就是也可能会导致通货膨胀，或者一系列经济问题。就是说他的那个经济政策给我感觉都是非常短视，然后网络上就是主要是墙内，因为我
没怎么看过墙外的人怎么去看，墙内的人基本上都宣传他是 ENTP，但是我个人觉得他应该是 STJ，就是说他所有的做法，包括他性格在内，都是就是很有那种 STJ 这种精致的精致精明的这种感觉，就是他好像很没头脑。就比如说，还有很重要一点就是他说要什么让他要向就自己的盟友收保护费，然后他和那个就是几个独裁国家的领导都是好哥们，他很明显就是摆明了就是要几个独裁国家联手，然后几个独裁国家专门负责制造恐怖，然后他去向自己的盟友收保护费，这根本不是一个明智的、头脑正常的人会想出来的。所以，所以他的那个政策他说的那些政策，他主要是为了他现在的选举服务的。他那个他说的政策，他的估计大部分都是不会去真的去实施的。他的目的就是要跟他那个选民说，他跟他选他那些白人选民说，他要他能从外国那里占到便宜，就这么一回事。所以，并且他能帮你解决现在问题，就是因为现在问题就是通货膨胀，所以他说要帮你把这个通货膨胀给解决掉，并且他还要让外国人替美国人付钱，他就这么简单逻辑。但他实际的话，真的实际上是做不到的。但这实际情况，他是上任之后再说的情况。所以说我感觉他这个不代表他的真实想法。我觉得他这个人可能真实的意义上的话，真实的性格的话，应该可能是 ESTP，应该不是 ESTG。ESTP 也有这种可能，就是它的装潢的风格，就是很有那种 ESTP 的喜欢的那种豪华上档次的感觉。你提醒我一点，就是他不是经常会做一些在别人拍他的时候做一些动作吗？就这一点可能就是 P 型的人比较多一点，然后 J 型的人不太可能会搞这些东西。怎么哈里斯。说呢？ESTJ 和 ESTP 的怎么说呢？他们两个的，如果不按 MBTI 看，按荣格八维看的话，他们的前四位功能就阳面功能全部不一样的。我个人比较倾向于，如果你按荣格八维来看的话，我比较倾向于，特朗普是这个 ESTP，因为嗯，它明显是 SE 在一二位，而不是 SI 在一二位，这两个东西的区别还是挺大的。对了，你就是说一下哈里斯吧。哈里斯这个人好像是 ESTJ 的，他好像就是那种有点不择手段往上爬的那种人，当然他表面上他应该是，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玩过那个2077那个美国那里面的美国总统，就是有点那种美国总统的感觉，就是表面上他实际上是比较亲和力，比较有亲和力，然后态度就表情之类的动作都是相对来说比较优雅或者那种上层人士的感觉，但他实际上背地里就是那种就可能非常心狠手辣的那种，非常那个手段或者不择手段往上爬的那种人，就是你对于哈里斯这种人，你觉得他是哪一种类型？我认为他比较像是 ESTG。确实，如果是连贞作命的话，嗯，基本上可以肯定是，基本上可以肯定是 SJ。然后看他八字的话，有两个七杀，生于七杀月，这样生于七杀月的人，就是一生压力都比较大。然后他食伤多线，所以这个人就是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开朗。比如说他在演讲的时候，经常会突然哈哈大笑，然后感觉就是跟那个小丑电影里面的那个主角经常是患了那个什么病一样，说明这个人心理压力其实非常大，但是时伤多线，呃，导致他非常忧愁，同时又导致他强行把这种压力压下去，营造一种很快乐的、就很活泼的一种感觉吧。按照你说的，他是不择手段往上爬，
确实食神自杀的话，我们从他这个八字盘里面，我们看一下他婚姻情况吧。他坐下这个寅里面有偏财的七杀，这个寅就是他婚姻宫，寅透出去透出两个食神，就是两个食，他代表他身体坐在两个七杀上面，这两个可能都是她的老公。这个陈是前任老公，然后这个虚是现任的老公，这个辰戌相冲，就是这两个人是互相没打过照面的，就是互相没在一起生活的，互相不认识。前面这个陈跟他就是没合住，所以没跟他在一起。然后这个虚就是她现任老公，因为寅戌合拱合嘛，这个辰和戌是一样，都是婚姻星，所以他前任是这个，但是这个没合住，所以里面藏了一个劫财，辰里面藏了一个癸水劫财，所以她第一任老公是离了的，这个戌是她现任老公，和她在一起，应该如果这个盘是对的话，后面应该就不会有问题。从这个八字里面神煞里面可以看出来，这个人带国印华盖、10的0日，带这些，还有6丁6甲、甲辰甲戌，说明这个人是非常聪明、智慧非常高的。一般来说，这些女性的政客，如果不是那个很有手段的人，他们是爬不到现在这个位置。我个人觉得，就算你要说那些人就是不择手段，说坏了，往坏了说就是不择手段，其实往好了说，其实是说明这个人很有头脑。毕竟这个人是做食神的，一般来说，做食神的人人品还是比较不错的。我这个不择手段只是个客观描述，并没有什么褒义或者贬义的意思。这个你对于对了，刚才万斯是稍微说了一下，你这个万斯万斯他好像就是那种从小他好像他没有见他爸，他爸好像也不管他，然后他应该是跟着他妈姓的。你对于他他之后的，我感觉他之后的他有可能在川普的内阁中会发挥挺大的作用，或者也有可能就是接下去下任总统。你对于这个人，就是他2028年可能就是他可能，如果这次他赢了的话，他和川普赢了胜选的话2028年很可能就是他接下一任总统，接下一任共和党的提名人。然后你对此有什么看法吗？从他这个大运来看的话，43岁的时候，他估计一直在搞钱，因为因为他是喜财星的，然后忌印星，然后丙子是他财至印的年你把大运。他几岁的时候是哪一年也说清楚啊，你这样观众。45岁，2028年的时候，他是才智印的大运。他到了这步大运之后，会沉迷于搞钱，应该是不会在政治上搞什么花样。不过前提是他不是通过从政搞钱的话。那你认为这万斯他2028年是干脆不会参选了？这一年他应该不会参选，因为这主要是他的用才艺去搞钱的年份。这一年食神出现，他要他透关也确实食神出是过于年轻了，他这个年纪要问鼎总统，实际上挺少见的。对啊，他好像40几岁吧，2028年是主要是45岁。主要就是因为历代皇帝都是用一些草根出身的人来打压一些皇亲国戚之类的人，一些贵族。川普他启用了很多这种像万斯这样的人，他上一任的时候也启用了很多这样的人，但是那些人最后都背叛了川普，所以你说如果这也就是说，两个人能够铁板一块的话，我觉得应该不太可能。那你认为万斯可能在哪一年参选？就是他总统大选是每4年1次的。他如果要参选的话，可能要63岁以后了，63岁以后啊，也就是说2040几年了。2046年以后。你说这个川普他好像川普他现在连他女儿伊万卡都跟他对立了哈，这点对呀，比较有意思。这是肯定的，因为因为伊万卡她老公是犹太人嘛，实际上，他犹太集团实际上他是跟美国那些精英人士是合作是很密切的，所以说他老婆上一任是想把邦农那个他这个女儿把伊万卡，他就是应该把邦农踢出去就是他女儿。
就是他巴农是肯定是和那个美国的那个上层那帮人是几乎彻底敌对的那种的那股势力代表。所以，然后现在川普要用的人全是跟巴农那股势力差不多的，基本，不过也不能说完全差不多，就性质上差不多，但应该说是另一批人。就是马斯克这些都是马斯克他根本不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像那些土生土长的美国精英，基本上都是一边倒站在民主党那边，因为这些精英知道，包括其中还有很多诺贝尔奖得主，这些精英很清楚，像川普这样的人不可能使美国再次伟大，包括川普的女儿也认识到这一点。如果川普的女儿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头脑比较正常的美国人的话，她应该很清楚，就是她从一个女儿的身份都能够知道川普不适合当美国总统。但是很多中国人却认为川普应该当美国总统。其实让那你再说一下马斯克这个人吧。马斯克这个人就是我没准备他的命局，不过我可以说一下他八字特征，就是他八字是很多硬星硬统官，他的时柱是壬水壬申，他生于壬申时，命局中所有的官杀都是生他的印，壬水就是他的印，然后他是甲木日主，甲木得印统官，所以马斯克这个人应该是有后台的，我不太确定他这个后台到底是谁。马斯克可能想借川普上位进入美国政界，还有另外原因就是他的儿子受那个什么 跨性别 LGBT。跨性别主义者的人的影响变性，然后马斯克这个人因为他是非常重视还有家族更主要扩张的。原因是他那个马斯克他民主党要收马斯克更多的税是吧？对对，我忘记讲了，就是民主党他对富人收的税非常厉害，对马斯克这样的人来说，他肯定是很不爽民主党。马斯克在收购了推特之后，限制推特的用户每日的浏览量，而且还推出了什么会员制度，说明这个人其实不像他说的对人民主啊之类的东西那么在意，可能他确实是不在意钱，但是毕竟钱是可以帮他完成很多东西。要注意一点，就是马斯克是假木命，木命的人都是不怎么在意钱的，但是木命的人不在乎钱，不代表他们不在意权。马斯克还跟中国来往密切，和中国政府来往密切，在美国政府和世界各国都要退出中国的时候，比如说在那个疫情的时候，只有马斯克在上海的工厂还被允许开工，很显然就是他跟中国关系非常要好，而川普跟中国关系也非常要好，而马斯克对中国工人的工作态度一向是赞叹有加的。我们可以想见，他依靠特斯拉在中国上海的工厂赚了多少钱。所以说，这个人是很复杂的，很复杂。是可能他不在意钱，但是他想要用钱实现一些其他的事情。因为在八字里面有个理论，就是财星会生官星，所以他有了钱之后，他就会想是钱是他的一种手段，实现目的的手段。关心是人的事业，他可能想用钱去完成自己的，他为了完成自己的梦想需要很多钱，我可以这样理解，因为他用神，他最大的喜用神是他的印，财生官，官生印，印代表人的思想，所以他不停的赚钱，然后用这些钱去获取权利，然后用这些权利去实现他的这个印，也就是他思想。理念，基本上在那你所有的认为他领域，的 MBTI 类型是什么？也说一下吧。他 MBTI 应该是 NTP，因为我看了马斯克的访谈之后，发现他跟我的童年还有一些思想方面有一些共通之处。就比如说，马斯克说他小时候受过霸凌，还被自己爸爸关在阁楼里面，然后他爸基本上就是一个人渣。后来一个很小年纪就在思考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按照九型人格学里，很小时候就在思考人生意义，这种很大可能都是5号，而5号很多都是 INTP。他在小时候看了很多的那种成功学书，然后并没有找到答案。
主要是因为过去那个很多成功学都是骗人的，他唯一能找到一本最能帮助自己的书，居然是一本小说，叫做《银河系漫游指南》。如果他生在中国的话，会发现一些什么老子、庄子之类的非常屌的，还有一些佛学的东西。不过他是欧美，他是白人，他是在欧美那边文化圈里的。然后他找到那个《银河系漫游指南》之后，认为人生就是应该去，其实就是应该去探寻。然后他就，实际上这个本质上也是对的，就是他歪打正着，灵光一现。所以说，这种命运的东西非常非常神奇，就是他。即使他看了一本小说，看的是小说，他看的不是什么人的智能相关的书，但是他机缘存在，他受命运指引，他还是发现了人生的意义所在。然后他就把所有的能量，应该说是能量，放在他完成梦想的事情上。